是吉林个体女嘉宾小杨，30岁，同样来自吉林，也是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5年对吧？对。有孩子吗？有。多大？4周岁。男孩女孩？女孩。我们先从那个让我特晕的事儿开始说起，好不好？就是自从发生了一件事之后，你觉得他就变了，是个什么事儿啊？我们结婚1年多吧，然后他就说出去打工啊，然后半年多都没有回家啊，就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为止就已经是我心里的一个阴影了，就以至于他现在做啥事儿，就是说啥话，我变得都开始不信任他。好，我问清楚啊，就是出去打工半年不回家也很正常，有很多人1年可能春节才回1次家，因为他有联系，因为他不是在外地，就是在本市。啊？在本地不回家，对，半年，那你们打电话联系吗？联系啊，但他刚开始不接，然后后来就是有女的接，所以我就特别纠结啊，我不知道他在外边干啥。你作为夫人，他在当地打工，你去单位看看他呀。我不知道他干啥，因为他走的时候就说出去打工，没跟我说具体干什么工作。那有没有说在本地啊？没有。那个时候有孩子吗？有，就是因为生了孩子嘛，他说的。咱们压力也挺大，我出去打工吧。最开始呢，我跟他说出去打工呢，也是为了家庭，但是在外面干了1个多月，我就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饭店啊。当时也没跟我说开饭店呢。因为当时你什么事都多疑，我跟你说了。我肯定得多疑，因为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期间，有个女的接电话。我也不知道这女的是我开饭店之后，女的是饭店的服务员。这个我感觉很正常。不是你开个饭店，跟老婆说就是了，我开了个饭店，这有什么呀？因为他有的时候吧比较多疑，就是只要是我出去没回家，他心里想的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呢，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你在本地，你为什么不回家呢？这搁谁不怀疑你啊？所以我就特别纠结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吧，回过1次家，我本来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的。然后我做饭的时候，他接一电话。然后他就着急忙慌穿衣服就出去了我就抱孩子下楼追去了下楼追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女的开车过来接他了然后我就上去把他拽住了，我说这女的是谁呀？然后他也没解释，就上车了。因为什么我不回家？当时就是说我开饭店期间，他一打电话，我们离婚吧。那你说我回到家我就面临着离婚。这个行，为了不离婚，所以不回家。我当它是个逻辑放在这儿。说那个女的是合伙人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因为他多疑，只要是我跟他说是合伙人，他不相信呢。好吧，我当时跟他说离婚，并不是真的要离婚我说离婚就是为了逼他回家，因为他总也不回家嘛。我就想，我都说离婚了，我看你还回不回来？对，后来他怎么回的家？咱们后来，然后第1次去找他，自己去找的，他当时不在饭店。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在哪儿呢？然后他就问我你是谁呀？我说你怎么连我的声你都不知道是谁呢？后来呢？然后我就回家了呗，回家了，过几天我又和他爸爸去找他去了，他看我和他爸去的，就跟我们回家了。但是当时也特别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就用那种眼神跟我说：“你可真行，你还把我爸给我找来了。”后来呢？后来不干了，我感觉说我回到家了，你就不应该有一些别的想法了。所以就是我回到家之后，他还是那样，什么事情都多疑，什么都管，什么都问。朋友过生日我去了，我8点走的，我要9点我没回到家。他会一直给你打电话，给你打的就是说你根本饭都没法吃，你干什么去了？你干什么去了？你背着我做什么了？你外边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你答应我要回家了，为啥没回家呀？过生日肯定男女都有。是，哎，他对你好吗？我认为他就没有以前对我好，在乎我，甚至心里边都没有我了。现在你是怎么判断他心里没你的呢？就比如说我领我家孩子回我妈家过年，他也竟然1个电话都没给我打。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为什么呀？不太习惯，因为我打小呢，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上城里做生意，我姥一手把我带大的，所以什么事情呢都不喜欢和别人去商量，包括这么多年吧，别说就是说我俩结婚5年，我不打电话，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打电话说的很少。好，你们俩是在逛街吗？就在日常生活里会一起出去逛吗？我就喜欢挎着胳膊牵他手，他从来都不让。为什么？因为我感觉结婚5年了，出去逛街也不能说像现在的谈恋爱一样，我拉着你，你拉着我吧，就显示非常好。我们不说逛街这事儿，咱们今天坦诚相见啊。
假设那半年他可能就是犯了你所想的那个错误了，你现在能原谅他吗？可以原谅他，但是这个结在我心里边一直就问你，这你要有，咱们就不叫原谅，就可以原谅他吗？因为有孩子吗？别说因为有什么，能不再提这件事儿了吗？不能，不敢保证。我今天来了就让他亲口对我说，那半年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就特奇怪了，你就当他发生过都能原谅，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真相呢？我就是一较真的人，虽然我跟你继续想往下过，但是我也要知道你这半年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要对我有所隐瞒？开饭店吗？找了个女合伙人，没干嘛。他对我就是有隐私，啥事儿都不跟我说。就是稍的，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的小隐私的情况下，我感觉很正常。我想在我的朋友面前，也给我自己多多少少有点面子，并不是说像那种所谓的妻管严一样，你让我往东我就往东，你让我往西我就往西。他都不知道他对我隐瞒了啥，他都不知道。那你说他对你隐瞒了什么？前1年多吧，我们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女的，那女的是通过我认识的她，然后后来他们俩就联系上了。我每次打电话，他电话通话中的时候，那个女的同时也在通话。啊，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一次这样，2次这样，3次4次还这样吗？你的意思就是他们俩在打电话呗？对。然后我问他，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事儿？他就说没事儿。我说没事，他为啥老给你打电话呀？又不是你一个男的吧？对不对？学习那学习班里边有很多男的，为什么就盯上你？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测，我连那个女的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你跟我说，像这种巧合，大概巧合了几次？4、5次吗？是在一天之中，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周期是很长一段时间。多长？半个月左右吧。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只是证明你的心疑点太多。好了，没打过电话？没有。确实没打过？没有。就包括这些年我俩结婚之后，从发生那件事之后吧，就为了让他放心，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出去洗个澡，买个烟，包括我兜里的零花钱都是有数的。这不挺服管的吗？那我也得把这日子过明白的呀，我不能稀里糊涂。你还要怎么明白啊？我已经糊涂了5年，不能再糊涂了吧？你真糊涂假糊涂啊？真糊涂。我看你一点都不糊涂。老师们，您把话说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两位好。老师好。这位女士，我是觉得正是因为你糊涂，所以你才能跟你老公过5年。如果你要明白了，估计你们俩1年都维持不了。你们俩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夫妻感情不和。那夫妻感情不和呢，有2种。第一种呢是先天的，就是2个人可能抱着很强的目的走进了婚姻。您需要一个老公，他需要一个老婆。到了这个年龄了，父母长辈同学都说你呀该结婚了。第二种呢，我个人觉得是有感情，但是婚后因为很多的一些性格呀、沟通啊、误会啊，造成了夫妻感情不和。我个人觉得这2种情况在你们俩身上都发生了，只不过呢，你发生的是第2种，他发生的是第1种。这位先生，你结婚很有可能是抱着很强的目的性，你并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你觉得我应该需要一个妻子，有一个家庭，这就造成了你们婚姻不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对你有感情，他希望你有所回馈，但是你不能给予他，所以他心生怨气。我觉得刚才赵川老师问的一个问题非常的精彩，就是你要真相干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多女性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楚你要真相做什么。你稀里糊涂的能跟他过5年，如果真相摆在这儿，你怎么跟他去过呢？你要这样的真相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一句话叫难得糊涂。我相信你的老公也知道，你说离婚只是解决你们婚姻之间问题的一种手段，对吧？对。但是不要让手段变成目的，就是到最后我提离婚，到最后真的成离婚了，这就是手段变成了目的了，跟你的想法背道而驰。当时没有办法呀。是没有办法。正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你解决婚姻的办法当中只有一个，离婚，就用离婚来解决。你的心里的怨气太多了，
坦白讲，你的心里的怨气有50%是你爱人带给你的，但是有50%是你自己造成的。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中，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对，安全感就像是一个人的钱包，你觉得你的钱包是放在我的身上，在场嘉宾的人身上，还是放在你自己身上可靠呢？当然放在我身上了。对，安全感就是这样，安全感不要找外人要。你把钱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你打电话只要给他打不通，你立马就会担心是不是他卷钱跑了。可是你放在自己身上，就永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意识，就是你对他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其实让自己变成个怨妇，对你的家庭非常不利，它直接会影响你对婚姻的规划。所以如果你要是希望你们的感情复合，能婚姻走得更长久，这个招儿不要再用了，好吗？他们俩往这一站，让我想起2个兵器，一个是矛，一个是盾，这边攻击，那边在防卫。但是你们俩的战争是在争什么呢？争的是爱。你觉得这个男人不爱你，心里没有你，没有给你家的温暖。这边呢，从小父母就没给自己足够的爱，他本身天生就缺爱。成立一个家，我希望有一个类似于父母给我弥补这样的爱。但这边呢，不但没有给爱，还在用矛来刺痛和穿透他的内心，来伤害他，所以他不得不封闭内心以求自保。一个在进攻，一个在封闭，所以你们2个人就没办法形成一个协同式的夫妻关系，针尖麦芒，谁也赢不了。如果这样闹下去，一定是以离婚而告终。那么另外，男士也听好了，你要正视自己的问题，不懂得给予。女人其实最需要的是嘘寒问暖，知人心。她是一个非常缺爱的人，你必须做出改变。在要爱的同时，如果都能够给予的话，你们都不缺爱。好，谢谢啊。还问真相吗？听2位老师说了以后，还想知道真相吗？不想。真不想了？刚才他已经说了。我如果说我这儿有盘带子，就是那天他跟那女生在一起的证据，你要吗？要。你看，真相，你告诉我什么叫真相？其实真相很难说清楚，因为真相是无穷无尽的。你比如说，你老实告诉我那天你干了什么，我告诉你那天我跟那个女生在一起，这是真相吧？马上你又会问，在一起干什么？我说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儿，这是真相吧？你还不满足，你还会有接下来穷追不舍的问题。女生往往是这样的，无穷无尽，那什么时候真相才是个头呢？而你往往越问就越痛苦，越问就越哭泣，他越被问就越难受，越被问就越没有自尊。虽然可能他有问题，但是真相无穷无尽。第二，那要了真相你能走吗？这把刀快不快啊？我告诉你很快啊。我不信，我摸一摸，结果出血了。出血了你走吗？不走。那你干嘛要去摸它呢？夫妻俩在一起最没劲的状况是哪种？就是一个偏偏想知道干了什么，一个偏偏不说，或者一个说了，一个偏偏死活不信。坦率的来说，我也是一个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人。我也觉得婚姻的最好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隐私，但是这种状态不可能靠人为的要求去提出。比如说约法3章，你不能对我有任何隐私，当你把这个问题一提出，隐私马上就产生了。隐私只对尊重隐私的人公开，就是如果你尊重他的隐私，他反而会跟你说这个隐私。你盘根错节的要问，反而就越来越没有隐私。第三，就说糊涂，其实糊涂就是明白，明白就是糊涂。当有些事情你心里知道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要他嘴巴上的承认。你心里明白，这个时候你装糊涂，他自己会把这事倒出来，你信不信？但你如果非要嘴巴上问出来，你要去拷问他，他死活就埋在这儿就出不来，这就叫难得糊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花瓶，这花瓶不能破，你也不能把它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否则的话夫妻之间那点事儿
就没意思了。你是一定有问题的，我告诉你。虽然我可以理解你不归家的因素是因为他太过于残疾，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你哪怕是看孩子，你也应该留在家里，这是我不能够容忍，我也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你既然有了一个女儿，你即便是很讨厌回到家就受到她的拷问，但是孩子不会对你拷问。你哪怕是为了孩子，想念孩子，你也不可能说那么长时间不归家，这是我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万分的承认阿蒙老师的话，其实你对他没多少爱。所以希望今天在60秒的时候把这事说明白，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说清楚了之后，彼此就不难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婚姻有很多种形态。最伟大的婚姻，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相爱。还有一些婚姻并不是这样，需求也是一种。还有很多人呢，把需求的这个婚姻通过自己的智慧过得有滋有味，最后倒变成了一种离不开舍不掉的爱，那是智慧。还有一个，人家需要上街拉着手，以后就拉着，记住了吗？记住了。他不就要这么点东西吗？只要你拉着他的手，我保证以后零花钱会多一点，你试试啊！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想信任你，但是我就是信任不起来，可能是还是之前那个阴影吧。所以我希望以后你出门办事儿能尽量跟我说的详细一些。可能我生平就是一个这么多疑的人，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让我们双方都多一些宽容吧。没了。话说的太多，一时半会儿也挽不回来，就让时间证明吧。我补充一句，多说话也有强化。有时女人可能希望你说几句话，别这个那个字字是金似的啊。谢谢你们，请回。哎呀，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趣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主动点儿。来，往中间站，拉老婆的手，拉着。我一般不爱提这要求，但是我今天必须提，你亲他一下，稳啊，稳。那于老师分析那对，其实不都是为了要爱吗？咱换一种方式会更好。以后上街就拉着他的手，拉着零花钱走。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好，谢谢你们俩，慢点。来，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新的家庭生活和里程的开始吧。各位，请见证。经过这次，我希望我们俩给对方一个宽容的心，也让我们的爱情走得越来越远。